忆起往事，不仅是海童姐妹俩心里难受，连听着的商太太母女俩也难受得很。商太太早就红了眼，她要是早点找到妹妹，或许一切都能改变。哪怕无法改变妹妹离世，至少她能护着2个外甥女啊，也不用他们在骤失双亲后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无情啊。小小年纪啊，就尝尽了人情的冷暖，人心的险恶。彤彤、战印心疼的揽她入怀，心疼的道：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去年微博热搜的是，她是陪着海童一起经历度过的。海童是把姐姐的日记发到微博上进行辩驳，然后舆论反转了。她也看过大姨姐写下的日记，但只敢看1次，不敢看第2次。看1次都心疼他的老婆，心疼的要命。他不属于感性的人，可是看过大姨姐的日记后呢，眼睛都会湿润。有时候最无情、伤害自己最深的就是自己的亲人。这句话说的也是有些道理的。那海童姐妹俩就是被他们的亲人伤得最深。商小飞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2小包的纸巾，他把1包纸巾递给了战印，战印接过送道谢。海童有丈夫在身边心疼照顾着，战印会用纸巾帮她擦泪。商太太和海玲都是从商小飞那里拿到的纸巾。商太太看到小外甥女在最难过的时候有个依靠，大外甥女因为离婚了，形影单只，她想回市区后啊，好好的帮大外甥女重新找个好男人嫁了，那样海玲也有个伴有依靠。那初婚嫁的不好，2婚就要更加的谨慎。彤彤，别再说了，把大姨都弄哭了。海玲擦过泪后提醒妹妹别再回忆以往，虽然她回到这里也会忍不住想起过去。商太太擦了擦泪，说道：大姨想听听你们以前的趣事啊，还有你们妈妈的事呢。彤彤，你们那个最小的堂弟应该很好贡献，趁你爷爷还没有回来，你去找他问问他，你爸妈的坟迁到哪里了，带咱们去给你爸妈上支香。商太太观察力极强，刚才就观察到海知青跟海老太嘀嘀咕咕说了一大堆，之后海老太就没有再撒泼，而且海知青年纪最轻，没有那么重的心思，容易攻陷。海童嗯了一声，他扭身就要走，我陪你去。战印陪着海童一起走出了屋外。海老太等人并没有离开，依旧在屋门口的空地上聚着，看着那一大堆的砖、沙和碎石，海老太的脸色很难看，其他人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估计是懂法的人给海老太普法了吧。海童姐妹俩回来争房子，对大房和4房没什么影响，毕竟梁老早就明说了，3房的家产是给海之文继承的，他们觉得梁老偏心也没有办法。谁叫2房的海之文最有出息，最得梁老欢心呢？2房的人和海老太一样，觉得3房的家产要被海童姐妹俩分走，那就像割了他们的肉一样。海童的2伯娘问着婆婆，土地使用证在你们俩的手里吗？当初你们应该去把房子过户到你们就名下的，要是在梁老的名下，就算房子是老3夫妻俩建的，也能说成是老3夫妻俩孝敬梁老的房子，那样海童姐妹俩就拿不回房子了。海老太说道，当初就没有找到他们家的户口本和土地使用证，我和你爸又不懂这些，想着有没有证有什么所谓，房子我们住着了，谁敢把我们赶走？肯定是那2个死丫头带走了户口本和那本关于房子的证。奶奶，我海童姐又出来了。海知青看到战印陪着海童出来，就忍不住头皮一绷，他是真怕了这个堂姐。海知青，你过来。海童直接叫喊着海知青，叫他的。海知青愣了愣后，随即狗腿子一般小跑过去，堆起了笑，讨好的问道，海童姐，怎么了？我爸妈的坟迁去哪里了？你知道吧？海知青一愣，他想否认，但在海童夫妻俩共同的瞪视下，他秒耸老实的道，我知道，迁到了望牛岭的山脚下的林地里，没有碑的那座坟是我3伯娘的，我3伯的有碑，你们去了那里很容易找到的。海童姐，
我偷偷告诉你的，你千万别说我告诉你的。爷爷都不让我们说出去的，每年清明节都是二哥一个人去给三伯上坟的，也就是我最小，就我吵闹着要跟着去了几次，才知道在那里的。海童想到他们现在知道了父母的坟在哪里，若是离开了村子，这些祭品说不定又会再次把父母的坟迁走，便说道：你也要保密，别让他们知道我问了你什么话。他指指倒在空地上的沙石，对海至亲说道：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负责帮我看着那堆沙石以及砖，下次我回来看到没有了，我助为你是问让你赔我沙石。他不想要这样的差事呀。没什么事了，你走吧。海至亲哦了一声，走开了。他一走开，海老太等人就围住他，问他和海童说了什么。海至亲如实的说了海童让他帮忙看住那堆沙石，气得海老太又是大骂，却也不敢到海童跟前来骂，就远远的骂东骂西的。他挺怕站印的。站印，我们到镇上面买点纸烛，等会儿去看看我爸妈，给他们上支香。姐妹俩已经很久未能给父母上香了。好，去的时候尽量不要让他们知道，就我们不住在这里。一旦离开，他们马上就会把你爸妈的坟再度进行迁移。那以他们的恶毒无情来看，是真的做得出来。我知道。海童回头跟姐姐他们说了计划。那一行人呢，在老屋里待了一会儿后便出来了，然后去了阿玉婶家里以及村长家里坐了一会儿，之后就开车离开了。大家都以为海童一行人是回市区了，并不知道他们只是去镇上买纸烛。在路上，海童和姐姐商量：姐，我们去墓园里给爸妈买块墓地，把爸妈的坟迁到墓园里去。一来是方便我们祭拜，二来是不用再担心他们把爸妈的坟迁走，就墓园里有人管着的。海玲觉得妹妹的建议不错，她应着好，就按你说的去做。战印看了看时间，温沉的道：姐，彤彤到了镇上，我们先去吃饭，我们大人不饿。洋洋是小孩子，撑不住，也该饿了。那海童啊，一看时间，不知不觉间临近中午了。他嗯着，那咱们先吃饭，我也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。回去后马上去起诉，准备打官司。海童这话是跟姐姐说的，海玲没有意见。考虑到姐姐的店后天就要开张营业了，那很忙啊。海童体贴地道：姐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你的店后天就要开业了，肯定很忙。我是和小军合伙的，可以让小军看着店，我去跑打官司的事。彤彤，辛苦你了。海玲觉得自己是当姐姐的，现在很多事情却是让妹妹去处理，她觉得自己当姐姐的很没用。为了拿回爸妈的房子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姐这样跟我说就见外了。战印握了握海童的手，温沉的道：彤彤，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一定要跟我说，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杠。海童还是那句话，我能自己处理的，我就自己处理了，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客气。说着，他用手捂住洋洋的双眼，飞快地在战印的脸上亲了亲。冷不丁的被小姨捂住了眼睛，洋洋本能的要搬开小姨的手。海童俏皮地笑着，松开了捂住洋洋眼睛的手。他是第一次大胆地当着姐姐的面表现出他对战印的爱意。战印想回应一下，可惜他松开了捂住洋洋眼睛的手。洋洋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不解，看着小姨和姨丈。让战印想亲回去都不好意思了。小姨，你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？小洋洋问出了口。海玲笑。海童则说道：小姨想跟你玩藏猫猫呀。洋洋半信半疑的，他歪着脑袋想了想后，稚气地道：可是我们在姨丈的车上玩不了藏猫猫呀。是哦，在车上玩不到藏猫猫，小姨都没想到呢。洋洋想到了，洋洋真厉害。海童夸了小家伙一句，洋洋很开心的样子，自信的道：洋洋一向厉害，逗得大家都笑起来。一行人到镇上吃过了饭，就略休息片刻后，去纸烛店里买了纸烛，又去花店买了2束菊花。
按照海知青说的地址去给海鱼夫妻俩上香。海家人只给海鱼立了墓碑，却不给洪家慧立墓碑。如果不是海知青说了，谁知道那是洪家慧的墓？海家人打的主意是让洪家慧的坟墓成为无主之坟，没有人给他上香拜祭。多年未能给双亲上香拜祭，姐妹在父母的坟前又哭了一回。商太太则在妹妹的坟前蹲了良久，才起身跟着大家一起离开。回到市区后，海玲还惦记着店里开张的事。她现在没有请人，什么都是亲力亲为的。她没有休息啊，到家后骑上电动车，载着儿子又去了店里。海童心情不好，战印陪着他坐在阳台上的秋千椅上，夫妻俩相依相偎。任你啊，时早餐店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是周红林。他应该也是刚来的，看到早餐店没有开门，他站在门口片刻，才转身打算离开，却在转身后看到海玲骑着电动车载着儿子由远而近。海玲啊！周红林大声叫喊着。听到前夫的叫喊声，海玲有一股冲动，就是调转车头走人。那前夫一家子简直就是阴魂不散，以前还没有离婚，都不见周红林惦记着他母子俩呢。坐在前面的洋洋看到了爸爸，却很开心，大声叫喊着爸爸。海玲呢，最终没有调转车头离开，他又没有做贼，不用心虚。周红林走下台阶，等着这母子俩近前。洋洋，海玲停好了电动车，周红林便上前去，把儿子从儿童座椅上抱下来，笑着问洋洋：洋洋，想爸爸吗？想。周红林低头亲了亲儿子的小脸，洋洋也亲了亲他。父子俩亲昵过后，周红林问海玲：你今天有事？我来了几次，你的店都没有开门。他就不敢打电话给海玲。海玲不喜欢接听他的电话。海玲神色淡淡的，边走上台阶边问着他：找我有事？哎，还想着让我把店转给你，还是替你姐来跟我借钱？周红林抱着儿子跟着海玲步上台阶，等海玲开了店门后，又跟着一起进店。你的早餐店后天开张吧。周红林环视一遍店内后，那边抱着儿子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问着海玲。海玲说他。周红林爽快的就把你的来意说出来，但你想要我的店，或者想让我借钱给你姐做生意？门口在那里，你哪里来的哪里去。你若是来看洋洋的，就带洋洋去逛逛。洋洋快3周岁了，你这个当爸的还没有带他出去逛过街。周红林忙道：海玲，我不是来借钱的。我姐有没有钱，我心里清楚。以前我有高收入，我姐怎么样我也不在乎。打小我爸妈就跟我姐弟俩说，一辈子就姐弟俩，要相亲相爱。现在我没有工作，没有了收入，那点存款还要结婚用，我姐还想从我这里拿钱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海玲讽刺的道：真是难得呀。周先生也有清醒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要继续当福姐魔呢，还是叶小姐有本事，她做人还是太善良了。当儿媳妇当妻子，她觉得应该学叶佳妮。虽说叶佳妮属于小三上位，但她够强势，面对周红林会哭诉撒娇，那扮委屈呢，让周红林不由自主地偏向她。面向恶婆婆极品大姑姐叶佳妮，那是寸步不让，就是不助长周红英爱占娘家便宜的气焰。周红林脸有点红，她以前的确是福姐魔，很听姐姐的话，才会跟海玲关系恶劣，最终离婚收场。佳妮也有很多缺点的哈，她有很多地方不如你。那在一起生活了，周红林才知道叶佳妮的缺点。不说那里，海玲，后天你的店开张，我给你订了花篮。周红林是被母亲和妻子的吵闹烦着了，才会跑来海玲这里图个清静。给海玲订花篮，祝她新店开张，则是一个借口。海玲淡淡的道：你给我订了花篮，要是让你老婆知道啊，又跑来骂我，说我勾引她老公，笑死人了。我要勾引男人，肯定勾引一个比你更好更优秀的，干嘛吃回头草啊？天底下男人死绝了，
周鸿林脸上泛囧，他在海玲这里属于渣男，以他的脾性，他是不可能就吃回头草的。哎，真不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是怎么想的啊？他们当初那样对待海玲，现在又想让他与海玲复婚，把海玲当成了什么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则去。海玲，我承认我错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咱们做不成夫妻，也可以做朋友的。看在洋洋的份上，你好歹给我留点颜面。海玲看了看儿子，小家伙天真无邪的，至今不理解他和妈妈为什么不和爸爸一起住了，也不明白爸爸的身边为什么总有一个阿姨，而不是他的妈妈了。海玲想着儿子还小呢，暂时没有向儿子解释离婚的事，等儿子懂事了，他再告诉儿子他和周鸿林离婚之事。不管他和周鸿林是夫妻还是陌生人了，他们都还是洋洋的爸妈。那他对洋洋的爱不变，至于周鸿林以后会不会变，不好说。现在叶佳妮还没有怀孕，前夫一家子还很看重洋洋。等到叶佳妮怀孕生子后，前夫一家子还会记得洋洋是谁吗？海玲，后天需要我过来帮忙吗？你要是怕佳妮误会啊，我就让我爸妈过来，他们做不了其他事情，但能帮你收拾一下碗筷，洗一下碗筷，照看着洋洋。周鸿林说着呢，就又讪讪地笑道：你要是愿意给他们一点工资就给吧，不愿意给也无所谓，他们是洋洋的爷爷奶奶，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嘛。海玲直接拒绝，不需要啊，彤彤和梁姨会过来帮忙，要不是有洋洋，她都打算和前夫一家子老死不相往来的。梁姨是谁啊？周鸿林问道。与你无关啦。周鸿林噎了噎后说：海玲，海玲，我们好歹是认识了10几年，也曾经恩爱过，我是犯了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，我也不求你原谅，我自己选的路，我不会后悔，但你也别把我当贼来防着呀，好歹我还是洋洋的亲爸，洋洋的抚养费我又不差他的，跟那些离了婚后帮别人养孩子的男人，我觉得我算好的了。他现在养洋洋小，以后他老了也指望一下洋洋养他老。周先生，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夫妻了，别再说我们是一家人的话，让你老婆听到，小心她揪你的耳朵，罚你跪榴莲。既然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的事用得着跟你说。海玲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周鸿林，也不想让周鸿林知道太多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这货啊就是来打听打听的，想知道他从妹妹那里得到多少好处，想缓和一下他们之间僵冷的关系，然后厚颜无耻的让他跟战印说放他一马。周鸿林心里清楚，他夫妻俩失业，至今也找不到工作，那是战印在整治他。战印一天不放过他，他就一天找不到工作。回老家种田种地，他又不甘心啊，也不想回去啊。他提过一次后，叶佳妮跟他闹得他头都晕。叶佳妮说当初跟他就是看中他在市区里买了房子，工作稳定，收入高，外快能捞。他也是农村出来的，好不容易跳出来，不愿意再回去种田种地的呀。叶佳妮不愿意，周鸿林内心深处也不愿，只能通过缓和与海玲的关系，才能让战印高台跪手饶了他。如果他早知道海彤是战家大少奶奶，就算拖，他也要拖着不离婚，那样海彤看在他姐姐的份上，也不会让战印把他往死里整呀。哎，可惜没有早知道啊。当初他怀疑过战印就是战少，但想到海彤没有那个富贵命，不相信海彤能嫁入豪门，所以否定了猜测。谁想到战印还真的是战少。周先生，你若没有其他事，请你离开。周鸿林抱着儿子坐在那里不动，嘴上说道：我想多陪陪洋洋，以前我工作忙，没空陪洋洋，现在暂时事业中有的是时间，正好弥补一下。哎，你和叶小姐不是要办婚礼吗？哎，那房子不是要重新装修吗？海玲反问着他。周鸿林，我的钱大部分都给佳妮管着，让她负责那些事情，那样她知道我们俩的家底情况，就不会想着帮扶她的娘家兄嫂了。叶家啊，有点像吸血鬼，想带着我来吸血，幸好佳妮拎得清。
那周鸿林现在对岳家是一点好感也没有，彩礼是给的少了，但岳父母又提出要求，让他给2个大舅哥每人买一辆代步车，说不用太贵的，10几万一辆的就行了。2个大舅哥一人一辆10几万的新车，也要花他20-30万元呀。周鸿林都懒得和岳父母讨价还价，直接对叶佳妮说道：“他们就那么点钱，让叶佳妮看着办。”叶佳妮一心扎在他和周鸿林的小家里，哪肯再掏个20-30万元出来给2个哥哥买车？他自己用的车都还是周鸿林的旧车呢。于是呢，叶佳妮3天2头回娘家跟父母兄嫂吵架。叶家父母骂叶佳妮是个赔钱货，不知道向周家索要好处给娘家人。叶佳妮反问他父母，他2个哥哥结婚时，他们叶家掏了多少钱，给了多少好处2个嫂子的娘家，就把叶家父母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因为他们家当初娶2个儿媳妇都抠门得很，每个亲家都是只给了6600的彩礼钱，其他的他们就不再出钱了。而2个儿子在结婚之前，工资卡都是被父母拿捏着的，也没有钱再给岳家。叶佳妮的2个嫂子带回来的嫁妆确值好几万元。叶小姐是比我强很多，海玲都承认叶佳妮在当妻子和当儿媳妇都比她强很多。她当初就是因为爱着周鸿林，什么都容忍着，才会被欺负得死死的。钱婆婆和大姑姐能那样欺负她，不都是她纵容出来的？若是一开始她就强硬的还击，那对母女俩知道她的厉害，哪里还敢整天避避的？但是佳妮的娘家人不好呀，没有海彤那么好。海彤那时候不仅帮着做家务、做早餐，还帮着带洋洋。以前我不管什么时候起床，海彤都会替我们一家3口准备好早餐，我只管吃了就去上班。现在佳妮不会大清早起床给我们准备早餐的，还要我起来做给她吃呢。她的娘家人只会要好处，什么忙也不帮的。海玲听得一肚子火气，你那是把我妹妹当成免费的保姆。记得去年我们吵架是为了什么吗？你说我妹妹住在你家里如同白吃白住，1个月给个2-3千的伙食费顶什么用？现在没有人给你们家当免费保姆了，你就说我妹妹好了。周鸿林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为了我这个姐姐，彤彤早就搬出去住了。以为她乐意当免费保姆啊？她完全是为了我这个姐姐，是我当姐姐的没用，未能护住她，让你嫌弃她，指责她，逼得她不得嫁人搬出去。当年结婚时，我们也说好的要让彤彤搬出去，除非彤彤结婚嫁人。当然，换一种角度来，我还是要感谢你的。要不是你那样嫌弃指责彤彤，彤彤也嫁不了战印。彤彤能成为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你也有功劳呢。好心塞啊，海玲，别翻旧账嘛。周鸿林讪笑地道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是你先翻的旧账。周鸿林，你想陪洋洋，带他出去玩呀，附近有个小公园，你带洋洋去那里玩，我要做事，没空理你。你在这里非常的影响我的心情，影响我做事。要不是儿子在场，小家伙还亲昵地窝在周鸿林的怀里，显得父子情深。海玲真想抄扫把将前夫赶出去，她以为离了婚就形同陌路，断了关系不会再来往，不曾想离了婚，前夫一家子反而觉得她香了，3不5时就跑来找她，打扰她的生活。那碍于洋洋，她又不能过于粗暴。去公园玩啊，爸爸，我想去公园玩。洋洋听着父母的对话，不懂意思，但他能得出来妈妈不高兴，妈妈要爸爸带他去玩，他就想让爸爸带他去公园玩。爸爸从来没有带他去过公园啊。好好吧，爸爸带洋洋去公园玩啊。周鸿林也不想再跟海玲翻旧账，每次说起过去，他都抬不起头。谁叫他是犯错的一方？虽说呢，他现在喜欢的人还是叶佳妮，没有与海玲复婚的念头，却又不得不承认海玲有很多地方是比叶佳妮好的。后悔吗？那就算后悔啊，周鸿林也会死鸭子嘴硬不承认的。周鸿林抱起了洋洋，说道：
你等会儿做晚饭的时候，多放点米，我在你这里吃过饭再回去。我的店还没有正式营业，暂时不做生意。海玲以后想在我这里吃饭，就下单，给了钱，我就做给你吃。周红林呢，悻悻地带着儿子去附近的小公园玩，培养一下父子感情。现在周红林庆幸自己当初听了叶佳妮的劝，把洋洋的抚养权给了海玲，他们一家人才能利用洋洋经常来海玲这里坐坐。就是每次过来到海玲，周红林都老大不爽。他离婚后过得不好，海玲却过得很不错，开了店，也在减肥，减掉几十斤的他，恢复了一半婚前的容貌。他再减几十斤的话，就完全恢复了婚前的苗条身材。周红林就很不愿意承认，海玲瘦下来后一点也不输于叶佳妮。陆东明下班路过，恰好到周红林抱着洋洋从店里出来，以为这个渣男是来抢洋洋的，紧急停车，停在了任你食的店门口。洋洋，陆东明停好车，迅速的下车，大步走过来。那周红林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怀里的儿子就被陆东明抢走了。陆东明抢回洋洋后，还一脚踹过去，踹在周红林的身上，那把周红林踹得往后退了几步，最后一屁股跌坐在台阶上。周红林错愕地啄陆东明，哎，那这个姓陆的来做什么？抢走他儿子，还踹了他一脚，滚！再敢来抢洋洋，欺负海玲，我让你吃不完兜着走！爸爸！洋洋叫了爸爸一声，挣扎着想下地。周红林爬站起来解释，陆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抢洋洋的，我也没有欺负海玲，我只是来洋洋。洋洋说要去小公园玩，我带他去玩。陆东明瞪眼，明显是不相信他。就陆东明抱着洋洋直接进店里去。海玲，他一进门就高声叫喊，他嗓门一向粗，那个人渣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要抢走洋洋是吧？哦，周家抢洋洋是有前科的。海玲从小厨房里出来，到陆东明抱着洋洋，他愣了愣后说道，陆总，你来了，是我叫他带洋洋出去玩的。陆东明，原来是我误会了呀。他放下了洋洋，扭头对周红林说道，行了，你带洋洋去玩吧，我刚才那一脚也不是很大力，你应该受得起吧。周红林就一脸黑线，陆东明那一脚踹得很大力好不好？他都被踹得后退了几步，还跌坐在台阶上呢。周红林在陆东明的瞪视下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抱起了洋洋就走。出了店之后呢，他哄着儿子，洋洋，咱们不去公园玩了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没到那个恐怖的男人在你妈妈的店里，他那么凶，连爸爸都怕他，妈妈肯定也怕他的。我们去公园玩了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店里，会被那个凶残的男人欺负的。洋洋是小男子汉，要学会保护妈妈哦。陆东明的到来让周红林不想走的，他想留在那里，哪怕海玲要拿扫把赶他，他也要当个电灯泡啊。陆东明肯定是想追求海玲，周红林心里不平衡极了。陆东明脸上是有刀疤，就起来很恐怖。可陆东明是大集团的老总，各方面都比他优秀呀。他二婚后就失业，海玲要是二婚嫁入豪门，周红林会极度的发疯的。洋洋看着爸爸说道，那是陆叔叔，陆叔叔从来不会欺负妈妈。周红林，你很喜欢陆叔叔吗？洋洋摇头，我不喜欢陆叔叔，但陆叔叔不是坏人。陆叔叔是好人吧，就跟他喜不喜欢陆叔叔没有冲突。洋洋，陆叔叔是跟你抢妈妈的，他以后会成为坏人。你要做的就是阻止陆叔叔和你妈妈单独在一起。只要你妈妈要跟陆叔叔去约会，你就哭闹，知道不？洋洋学着一仗生气时蹙眉的样子，大声强调着，陆叔叔喜欢洋洋，他是跟妈妈抢洋洋，不是和洋洋抢妈妈啊。陆叔叔脸上好可怕。洋洋不喜欢，但陆叔叔不是坏人，妈妈从来不会和陆叔叔出去的。每次陆叔叔过来都是给洋洋送风车，洋洋不喜欢风车了。
陆叔叔都不知道换点花样的。他停下来看着儿子。离婚时，洋洋说话还不是很利索，这才几个月啊，洋洋不仅说话利索，还说的条理清晰。他的儿子好聪明呀。洋洋，你还小啊，不懂大人的事。总之啊，陆叔叔是对你妈妈不安好心的，他是故意讨好你。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是冲着你妈妈来的。洋洋有没有觉得你妈妈越来越漂亮啊？他就是受你妈妈的美色诱惑，所以3天2头来找你妈妈，不过是拿你当幌子而已。洋洋说道，我妈妈一直都很漂亮，在孩子的心里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。是，你妈妈一直都很漂亮。洋洋，咱们去买点吃的就回来好不好？不去公园了哈。洋洋不甘，很坚持，我要去公园，我就要去公园。妈妈最近都好忙，小姨也是，她已经很久没有去公园玩了。不管周红林如何哄说，洋洋就是要去公园。周红林无奈，只得带着洋洋去公园玩，但他却心不在焉，总想着店里的海玲和陆东明，不知道2个人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周红林在心里腹诽着陆东明，什么演什么，竟然看上海玲这个离婚女人，海玲还是个肥婆呢。他不要的女人却被更优秀的男人瞄准了。在追求着，周红林心里五味杂陈。店里的海玲并不知道前夫意图利用儿子来阻止陆东明，他对陆东明的态度就好多了。公司今天还上班，他给陆东明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请陆东明坐下后问了句，最近很忙，让大家周末加班1天，给他们双倍工资，明天就全公司都休息了。海玲，你那个人渣前夫是不是后悔了，想重新追求你？陆东明边喝着水边问着海玲。海玲本能地道，怎么可能啊，他和姓叶的情人节那天才领的结婚证呢，现在在筹备着婚礼，婚房也在装修中。他反复强调他不后悔离婚的，他也不后悔。哎，陆东明蹙眉，那他老是来你店里做什么呀？那个人渣当初那样对你，我是见他一次就想揍他一顿，替你出气的。他想利用洋洋来缓和我和他们之间的僵冷关系。陆东明就略一沉思，说道，主要是想让战印饶了他们是吧？就不饶他们，让他们一直失业，花光存款后，看他夫妻俩还能不能继续恩恩爱爱的。那贫贱夫妻百事衰，周红林和叶佳妮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现在你的店在这里，搬不走也不必搬，就让他们看着你的生意一步步的做起来。以后你开家大酒店，成为女强人，身家1万的，气死他们。海玲笑道，我也想以后能开家大酒店，身家1万，不过目前先看这间店的生意如何吧。我的第一个目标呢，是先赚回开店的本钱，第2个目标就是能开家分店。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将自己的生意一步步做大，看看以后能不能开家大酒店，在餐饮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刚离婚时，我是想着就跟周家人都不来往的，但被我前婆婆跟踪，我知道我在这里开店，也知道我的租房在哪里了，无法摆脱他们。想想也不可能真的断绝往来啊，毕竟还有洋洋家在中间。反正我也不会再被他们拿捏，也不怕他们3不5时的过来刷存在感。陆东明一针见血的道，他们后悔，是因为你有个有钱的大姨，也因为你妹妹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他们想从中得到好处而已。也是你离开他们周家后奋发图强，把日子过得充实，老天爷不会亏待努力的人的，你的日子只会比他们越来越好。他们如今是既后悔又对你羡慕嫉妒恨的。海玲笑道，所以说遇到渣男时，离婚也不可怕，只要你过得比他好，就是最好的报复。哪怕他没有任何有钱的大姨，妹妹不是战家大少奶奶，她也会越过越好的。陆总，我准备做母子俩的晚餐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吃？不过呢，我吃的就很简单的。不用了，我答应我妈晚上回去陪她吃饭的。对了，你一整天去哪里了？我早上来上班，没有看到你店开门，中午下班也没有看到开门。
那陆东明上下班都是必须穿过这条街道才到公司的，他不用刻意，也知道海玲一整天没有开门。我和彤彤回老家一趟，下午才回来的。陆东明呢，哦了一声，关心地问：回老家做什么呀？争家产，也拜祭了我爸妈。陆东明又哦了一声，争赢了吗？他知道海玲的家被他爷爷奶奶完全霸占着，还说要给海志文继承呢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需要打官司吧，他们不会老老实实的还房子给我们的。想到海家人最近老是折腾，想从战印那里要钱，也想破坏战印和海童的婚姻，陆东明说道：那一帮无耻之人，那的确是不会老实的把房子还给你们，不用跟他们客气，那直接起诉打官司。需要法律援助的话，只管跟我说，我有律师顾问。海玲用不着陆东明帮忙，不过还是向陆东明道了谢。